怎么样，老师？您期待我们的杰作吗？你们两边的我都很期待。老师们好 Hello， 老师们好。老师们好。我们是开始吗？是开始吗？来了。那我们各自的时间是每组30分钟，好吗？好。顺序就是诗文组先来做你们的方案的宣讲，然后是旁征组。啊？这么突然吗？哦，诗文组先来。太难了吧？有点突然。有点突然哈。王毅平复心情。好，稍微我们给1分钟时间准备一下。那我来替你，我来给你接一句吧，然后你再来做开场，这样的话心里踏实一点。没事，我 OK 的，你总结就好。喂，咱 PPT 是不是还没开？对。孩子没考呢啊，赶紧的，这个之前没试一遍的话，就得调试一下。对。哎，我好像少收到了1份。没有，现在只有一份。现在只有1份，这个是旁征组的，对我们没有你们的。只打了1份。老师这边有策划案，你们有吗？我们来同步一下我们的策划案吧。对，可以。没事，你准备。哎，这怎么开啊？可以先准备一下标题。完了，你看还不知道开关在哪儿嘛？我来帮你。谢谢。资料设备都得先试一下。提前15分钟一定得走一遍。你看宣讲，这是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尤其是格式，好多 PPT 一上去拉宽了，还有字体没有出不来。哎呦，这个是哦，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叫捏捏乐对吧？我有一个同款的钵钵鸡。哇，鲁豫姐真善良，她知道那边需要时间，她给大家聊这钵钵鸡啊，聊这些。我们家有一箩筐这个，因为我们家有小孩儿。哎，可以了，OK 了。而且这个有些。林妹，你为什么不给我？小花呢？那个给文理实现了一个。没事，说着玩就说着玩。我想求助一下。我的天！找电脑了。赵伟，你们的开始了吗？没有开始。老师们，我只是王玉，委屈哥，你是想干嘛？那你帮我来翻页吧。好，我帮你翻页。我来。你先适应一下。对。是这样吗？是这样对不对？不是，你双手翻页，双手不是，它不会出错。对。如果你们准备好了，跟我说，我会开始计时。好的。我给你搭一句吧。那我直接来吧。好。可以的。相信你。哎，这个可咋整？哎，有竞争，好有压力啊。确实。其实刚才老师们让我放松下来了，是因为刚才每个老师手里在拿到这个玩具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也有。说明我们这个问题到现在来说还是值得被关注，而且值得被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关注。那么我们就着这个关注来看一看我们本次的策划案。我们策划案的宣讲的题目叫“一元解压，情绪帝国，小成本里的大生意”。那我们怎么来看呢？首先呢，我们来翻页，我们会通过10个内容来跟大家依次的梳理我们本次策划案想跟大家提到的每一个方面。好，让我们关注第一个内容，我们的节目主题。本次的我们的专题片呢将聚焦情绪经济，我们会通过解压玩具的崛起和它引发的购买热、消费热，来探讨它如何去满足现代人我们的情绪需求和它在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稍等，还是这一页。哎呀，好，我们的专题片标题已经说过了。来，我们介绍一下专题片的时长与形式。我们的主体长度在35到40分钟一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新闻专题片的长度。同时呢，我们还会加上音频分发和单个的切片分发。专题片的形式是演播式访谈，1位主持人加2位访谈嘉宾和融合媒体的呈现形式。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整体的这个定位与对标。我们的节目定位是一档具有调查性质的新闻访谈类节目，它的对标节目呢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些新闻节目，比如说我们很著名的新闻访谈新闻1+1。好，下一页。那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选题？我们来分析一下可行性啊。首先，从2024年、2025年直到上周，甚至是昨天，都会有和解压玩具相关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长效的新闻。解压玩具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经济考量也是我们考虑在内的。和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制作的目的和意义。其实我们想到媒体，它是具有服务功能，它也具有导向功能。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人本身的关注，
是我们本次在专题片中想承担的一些话题。规定他们每个人发言不超过90秒吗？没有，那下一个辩论。好，我们下一页，下一页，好。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本次我们这个专题片的受众啊，不管是学生、职场新人、青年白领，还是宝爸宝妈们，还是很关注社会现象、经济趋势的观众们，他们其实都会关注。让我们看看我们的节目亮点。首先，我们会非常注重嘉宾的选择，同时我们在环节上也会有进行创新。哪些创新呢？我们会进行这个新闻节目演播室空间连线加 vlog 新闻加。张诗文这组关于捏捏乐的策划框架还是挺详细的，但是作为开场的宣讲，整体叙述有点太过冗长，更像是学术论文。作为开场并不抓人。是的，对。最后呢，我们还会加入比如说XR演播室的设计。那么这些结合呢，让我们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有亮点的。好，那让我们进行到下一段，就是我们的主体内容介绍。这部分呢，将由我和我的同伴一起去进行讲演。我们会通过4个部分来介绍。第一个小标题是压力山大有妙招。那么我们会通过主持人的话题引入、演播室的互动性采访和 vlog 的新闻小片的形式来进行一个比较轻松的引入。之后呢，我们会有这个新闻记者来深入真正的解压玩具的生产中心，比如说义乌啊、东莞啊这些解压玩具的生产地，来大家一线来体验整个这个解压玩具它所形成的一个生产链条。那么我第一部分解决的是什么的问题，那为什么的部分就交给第2部分的成员子泰来介绍。好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的镜头对准我们节目的第2个板块。那么在这个节目的板块当中呢，风靡全球的解压玩具与被捏爆的焦虑，想必各位老师在拿到那个捏玩具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捏爆的感觉了。这是个好互动。那么在这个节目板块当中呢，我们的形式是非常丰富的，也是非常专业的。首先，我们还是以1名主持人为主线，在演播室当中串联起我们的第2个板块的整期节目。之后，我们会放一则短片。这个短片呢，它跟普通的小片是不一样的，是我们精心设计过的，极具趣味性，但是又兼具新闻性的这样一个群彩混剪的短片。在节目的制作形式上，我们会采用快问快答、快剪快切的方式，让它符合在小屏端，也就是自媒体端播放的调性。那么当小片播放完毕之后呢，我们将会用到更加直观的数据来为大家呈现火爆的现象。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配上演播室当中所可以适配到的一些技术，比如刚刚提到的XR，主持人会与我们的2位嘉宾，一位心理学专家，一位经济学专家，为大家分析我们刚刚为大家罗列的一系列的数据。那么，当这些光鲜亮丽的数据被大家所熟知之后，难道真的就这么光鲜吗？有没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呢？那么下一个板块交给诗文。这个有点意思啊，这个悬念给的。悬念。它的讲述也更加吸引人一些。接到了子泰的数据，在这边我也要补充一个数据。到了2026年，大家知道中国潮玩的市场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市场规模吗？这个数字是1101亿，是不是一个天文数字？对。那我们很自然就可以想到，一个快速膨胀、野蛮生长的行业，在这么快的发展背后，是否有它监管所照射不到的阴影呢？那么第3部分，我们就将聚焦这个部分：热潮之下的阴影，捏玩具的质量问题与行业隐忧。刚才在听几位老师交流的时候，我注意到大家其实捏这个捏玩具的时候会很注意它的气味，因为它有可能是一些不是那么健康的这个因子来构成的。我想问一下子泰，我们来买这些捏玩具的时候，大概花了多少钱？你觉得呢？我感觉看起来好像还挺精美的，是非常精美，但其实它特别便宜，大概每个2-3块钱。哦，这是一个小设计。哦，2-3块钱，不是我们故意去收购这个便宜的捏来给老师啊。这个2-3块钱的价格，它确实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咱们知道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它每一个环节的背后其实都是巨大的成本。
那么这么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又有这么大的市场的产值，它会不会带来一些相对来说不那么好的影响呢？那么在第3环节，首先我们会引出主持人去做一个1分钟的串联控场，为我们介绍一下捏捏产业是不是会存在什么问题。然后接下来进到我们的调查环节，我们会聚焦这个行业它是否有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我们对标标准就是国家的这些空气的质量标准。嘉宾站在现场为我们逐条解析，应该怎么去认识它对我们身体产生的影响，哪一些标准对应的是哪一些内容。张世文那组他们的选题相对稳一点，他们切入话题的角度做的方法是非常符合一个新闻专题报道的一个方法。我们的这个模式是足够成熟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节目的制作本身，它的框架本身其实已经足够清晰。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捏捏玩具，讨论的是解压玩具和情绪经济。那么下一次可能我们可以讨论出张世文他们这一组符合我们最开始给到情绪经济这4个字的要求。我们将回归到情绪经济本身这个部分的小标题呢，我起的是叫做“别焦虑，你的情绪能被看到”。我们其实是希望从经济和心理学2个角度来向大家解释低成本同样能够获得情绪解压的方式，以及关于情绪消费崛起的问题。年轻人到底为什么现在愿意为了快乐去买单呢？他们这一组不像之前看的那么兵荒马乱，反而条分理析了，逐层深入，一层一层。当一个玩具真的能解决你的心理问题的时候，这个玩具的存在本身就会显得很重要。这一个有人情味的选题，我相信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切口，去透视到当代年轻人想法中的一角。这里呢，其实我想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切口的解压玩具，包括我们其实对方辩友的这个一些主题，提前引入了，先来一脚。像传播呀，或者是虚拟 AI 陪伴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些虚拟情绪的商品，都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的。那么最后，我们希望我们会以这样的一种真诚的呈现，去给大家呈现一份又扎实又可看的答案，形成这样的一份新闻大餐。因为我们相信，看见本身就是呈现，呈现本身是一种看见。在英语的语境里面，我们知道 I see you 其实有一个含义就是 I love you。我们可以看见你的心理，我们可以看见你的情景与意识。我们也会用这样的一种严谨的流程，把我们的看见，把我们的关切变成一档真实投放的节目，变成一档可以带来收视率的新闻作品，同时也变成一种更加持续、更加有力的、更加深度的看见。谢谢。不错 ，Bravo， 不错呀。挺好的，可以，没问题。哎呀，他们也长出了一口气。第2组可以做准备。其实第2组会有压力，肯定有。如果第1组表达特别好，那第2组压力就巨大。你上去先让大家放松点，现在放松点，太紧张了。对。刚刚我们进行了一些激烈的思考，那么接下来先给老师还有同事们，我们先洗洗脑子，我们先看一段视频。来了，2种风格了。不是你以前也开过团播啊？没有，他们现在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做剧宣啊、综艺宣啊。录音老师，其实这个在底下讨论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炸，但是一旦面临4个特别严肃老师的时候，容易显得有点小尬。好，那刚刚各位看到的这一段视频呢，正是现在正在刷屏的团播标志性的舞蹈，叫做扫腿舞。然后支撑这股热度背后的呢，是一组有关团播的很惊人的数据。我们切换到下一页 PPT， 看他们怎么展开了。首先是每秒30条的一个弹幕啊，相当于是1.5万元每分钟的消费选票。然后每天同步开播的上千个直播间，相当于300个大型演唱会的实时互动量。在一个超投的团播直播间里，他们的流水就能够撬动一家中型企业的一个月营收额。
他们这个数据挺抓人的啊。当然了，你看你就能记住嘛，一下就对。对，而且他们直接给，相比上一组介绍了很多，淹没在里边了。对。那么在数据背后，可能大家会在想，团播是什么？扫腿舞是什么？情绪经济是什么？为什么大家会为了团播去买单？我们全部浓缩成了我们今天这组的选题，叫做《方寸之间虚拟礼物里的团播江湖》。封面做的也很好，漂亮的引入。然后我们今天呢，会以扫腿舞这个热点事件，也是近期话题度、曝光量度比较大的，作为我们的一个切入口。从以下的6大板块来进行逐一的抽丝剥茧。那么接下来的第1和第2大板块就交给冯程朗。好，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其实压力都特别大。那我们解决这个压力最直接的办法是什么呢？捏捏乐。捏捏乐干啥去？那就是花钱。当你把钱花出去之后，它变成了你的情绪价值，反哺给你自身，这就形成了情绪经济。作为影响消费决策的关键因素，情绪经济呢大程度在现今时代推动了直播行业的发展。团播它作为情绪价值催生的典型产物，它通过它其中比较特殊的互动机制，还有沉浸式的舞台效果，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愉悦感，从而推动了整体的消费。那么第3个部分呢？我们在这个报道当中，我们会探究团播如何在情绪经济中成为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我们会思考，在情绪经济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去区分理性和非理性的消费。我们也会去分析一下商业他们如何去平衡情绪价值以及利润。我们的主要的受众呢就是青年，然后还有一些商业的从业者，然后次要的受众呢就是社会学者和心理学爱好者，还有一些其他年龄段的受众。我们的报道目标呢分为短期和长期。旁边这一组的汇报开场非常不错，背景介绍和整体框架都很清晰，团播这个热门的话题也很容易抓到人的眼球。那么接下来我们整个节目的框架交给吕佳来说。好的，谢谢。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个表格。那在这个表格里面，我们是主要分为了有7个部分，从先导片到进新闻口播，再到接采小片。第1个专家对谈、新闻小片，第2个专家对谈和结束语这几个部分。这个片子整体的时间是将近半个小时左右。那其实我们的形式设计主要是由主播的口播和背后的数据呈现2方面来进行的，以选秀类型的团播为切入点，以数据为支撑，来引出经济、团播经济、情绪经济的全貌。第3个部分是我们的接采小片，这个部分我们主要想展现的是团播这件事情里如何去引到情绪消费，而在情绪消费里面，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状态，比如有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年龄层，用户去观看团播的情况和消费意愿的高低是不同的。那对此，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城市的他们说：“哎呀，什么意思？哎呀，加班加得好累呀，刷会扫腿舞吧。”哇，这个不错，给他们刷礼物了。来了，表演来了，演绎要演起来了。这个小伙子真好，一口一个阿姨叫的真亲切，比我那个不回家的儿子好多了。哎呀，怀孕了，哪里都去不了，就喜欢看美女跳舞。还有小剧场，朗朗真的适合，提供了很多情绪价值。他还有定格。就是我们一些环节什么的，我们会加入创新，可以设置的好玩一点。我也觉得我们不要那么死板，就是这个意思。咱们都是能玩活的人，咱们这个组那包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点情景演绎？比如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代入感、有共鸣感，也讲清楚了这个东西是啥。这边说这还是新闻吗？那具体来说，消费者的情绪价值是如何转化为消费行为的？那内里的动因又是什么？那接下来由韵玲来帮我们讲解第1个专家访谈的部分。好的。那为什么团播可以在短期之内如此的爆火？那我们接下来就会邀请薛兆丰薛教授，他呢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呢他也录制过相关的这个主播职场竞技秀的这样一个综艺。所以说，我们一致认为他的深刻见解是可以助力我们将情绪经济与团播的这个点挖掘到极致的。
这是我们列的一些专家对谈的一些大方向的问题。那第一个点就是团播为什么可以让千万人甘愿为虚拟物品去进行一个付费？那其实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环境的变化，人的孤独感是有提升的。那其实团播它是一种交互性非常强的模式，它营造出了一个小型社会的感觉。那这种模式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填补了人与人之间的那方面的社交空白。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情绪的宣泄出口。没错，对。那第二个点呢，就是在团播的这个场景里，情绪经济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它是如何运作的？其实，在这个我们中国的演艺圈里，我们的这个造星主体是经纪公司。但是呢，在团播这个过程当中就不一样了，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是造星人。比如说，我们进一个直播间，这个主播我太喜欢了，我就给他刷礼物。那在这个过程的同时，我们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需求。那这种情感在某一方面，它也会让渡成为一种消费，增强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一个消费粘性。大家的逻辑思维都特别的清晰。对。那第三点就是在不同的年龄层的用户当中，对于团播的情感需求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团播的核心价值呢，就是我们花钱去买情绪价值。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我们希望被认同、被理解、被看见、被连接。那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也是团播非常符合大众心理。他们这一组除了很吸引人之外，而且还把团播这个课题研究的都蛮透彻的，提出的这些专家对谈的问题也是有一定深度的。现在有很多人，他们选择了投身到团播这样的一个事业当中来，其实也另外一方面说明了团播这个事业让年轻人脱下了所谓孔乙己的长衫。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更加的广泛了，我们不再执着于我们传统的高学历。庞征他们这一组关于团播正向的、负向的，他们都有表达，能看到。哎呀，老师们的喜悦要溢出屏幕了，这感觉是饭后甜点，还送了一个，送一个，这也太能抓人了，首尾还呼应了，对。哎呀，对面的情绪又紧绷起来了。我们其实两组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从组长就能看出来。我们这边就是比较纯粹新闻一些理性的角度，那边肯定是要打，那边整花活肯定是要打情感的，朋友们。没关系，我觉得我们把就是最坏的点已经想到，我们就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我们去做好准备，我们肯定能赢。其实也有预判，都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汇报的时候各自的优点非常鲜明，